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印度当下的疫情发展形势可以说是相当的严峻，连续20天每天都有超过30万的新增确诊病例。不过，就在印度政府和总理莫迪因应对疫情的方式受到外界强烈批评的时候，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却接二连三地转发了同一篇赞扬莫迪抗击疫情努力工作的文章，同时警告民众不要落入反对派的圈套。有官员在转发时甚至还表示，在边界问题上，中国必须做出让步，中国也必须声明，在今后不再支持巴基斯坦时，印度将会考虑使用中国的氧气。这番言论着实让人有些叹为观止。印度的疫情都如此严重了，印高官却仍不忘甩锅中国。而且在上周，印度广大医院最需要制氧机的时候，却还有3000台制氧机滞留在了印度的德里海关部门。从这一点来看，某些印度官员是真的没有把印度平民的安危放在心上，明明是印度自身的问题，却还想要怪中国的援助不力。更令人诧异的是，国内明明已经民不聊生，印军现在却不仅在拉达克的基础建设上没有停止，边境部队甚至还被要求做好适时的准备，直接取消了拉达克地区所有印军的休假。此外，印度陆军还明确地发出了一份购买坦克的投标书，其中关于坦克性能要求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超过25吨，要求具有良好的机动性能，适应山区地形，且火力不能减弱。对此，有分析认为，当下印度舆论仍在鼓动对抗情绪，并制造中国对印度援助不力，且在边境局势上咄咄逼人的戏码，背后却大肆采购武器，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再次制造一场中印冲突，让国内关注的目标再次转移到中印边境问题上。但今年不比去年，越来越严重的疫情让不少印度学者看到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差距。当中国防治德里单日新增破2位数都是大新闻的时候，印度的北方邦与德里、哈里亚纳邦之间却爆发了一场争夺医疗氧气的大混战。德里与北方邦相互指责对方挪用其氧气配额，而哈里亚纳邦则直接控告德里抢走该邦的氧气罐。这一现象让来自德里的大法官怒斥莫迪：你去囚、去戒、去偷、去进口、去学习中国，究竟该怎样防治疫情的扩散？据台媒中时新闻网在5月11日的消息，日本东京为了能够进一步介入南海局势，为自己谋取利益，协助美国完成对华战略包围，正在有意召开早年签订的和平宪法。在该宪法中有明确条款指出，日本将不得对外出售武器装备，本国作为对列装的装备受限制等。报道中指出，日本正在通过共同生产的形式召开和平宪法中提到的不得对外出售装备，向东南亚诸国提供海上装备，其中就包括与印尼共同生产海上多功能护卫舰的 FFM。 这些行为在外界看来就是典型的抓字眼，以合作来替换出售的概念，但本质上还是向外出售影响力和武器系统，借着美国对华遏制之际，增加其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力。有观察人士指出，从2014年开始，日本想要给自己战败国身份解绑的意图就相当明显，以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替代了早期签订的武器出口3原则，开放对外军事合作研究项目。最开始日本还是仅提供一些战机的零部件，眼见国际社会没什么反应，很快以救援、运输、警戒、水下监控等项目的对外军事合作纷纷开始浮出水面。在去年，日本还向菲律宾出口一批防空雷达。日本为了对抗中国，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为绕开宪法中对装备等级的限制，日本还与英国签署了共同研制条约，为空自的 F-35研发新型空导弹。而海自方面，日本又与美国签署制造合作，为美国的盾舰提供氮化镓核心元器件。这种材料主要用于雷达，表面上是日本向美提供元器件，但背后却是美国向日本输出生产技术，强化日本海自雷达技术。有不少人怀疑，日本如此积极的在中美博弈中立场鲜明的站在美国一侧，未尝没有对华恐惧的心态作祟。毕竟中日关系说到底绕不开两国血仇，东京也不敢去赌中国会不会放日本一马，而替美国出头。未来如果局势明朗，日本还能充当一个亚太地区的美国代理人，扭转自己过去战败国的身份，为自己解绑。因此在对待中国的事情上，日本会显得如此不择手段，绕过和平宪法也要扰乱南海局势。最近，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风波本来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双方关系再次出现裂痕。在南海，双方又有新动作，中国加大力度，而菲律宾走上危险一步。据英国路透社报道称，菲律宾在12号报告称，有287艘来自中国的海警船侵入其专属经济区。当天，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表态，之前到中非争议海域的中国船只从3月份的200多艘增加到了近300艘。菲律宾正考虑再次向中国提出抗议。在3月份的时候，菲律宾指责超过200艘中国船只集结在牛轭礁一带，并称这是中国海上民兵组织，所在位置已经侵犯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事实上，牛轭礁一直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长期由中国实际控制，渔民也经常在该海域捕鱼。
由此可见，菲律宾小题大做完全是恶意炒作，破坏南海局势稳定。这段时间，菲律宾高官多次放狠话，西方媒体也跟着配合炒作，而菲律宾总统的态度却总是在左右横跳。先是表态感谢中国赠送疫苗，但不能放弃南海权益。中菲友谊有限，若中国在南海开采石油，不排除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之后他又表示，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仲裁胜利是废纸一张，可以扔进垃圾桶。而菲律宾大闹的同时，也给美国借机插手南海事务的借口。洛钦透露，关于被杜特尔特终止的访问部队协议，与美国的谈判的非常顺利。事实上，菲律宾即将面临大选，一些政客各自为政。前不久，洛钦就捅了娄子，用脏话辱华。之后，杜特尔特出面强调中国是恩人。随后，洛钦道歉，而杜特尔特一改态度，宣称南海仲裁废纸一张，更是激发各党派争论。之后，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向副总统下战书展开辩论。对此，外界分析，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怂恿下，美军甚至派航母来撑场面。菲律宾国内的一些右翼势力开始以为，在中菲领土争端中，美国会站在菲律宾这边，并天真以为夺取中国南沙岛礁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而杜特尔特这句话是在向其国内蠢蠢欲动的右翼摊牌。之前他曾坚持南海仲裁，现在态度大转弯，就是深知美国不靠谱，与中国搞对抗会让菲律宾付出巨大代价，而和美国勾连更是在给中国反制的机会。别忘了，中国南沙还有些岛屿被菲律宾非法侵占。马来西亚槟榔新闻周刊评价，中国凌厉的拳头会让菲律宾瞬间趴下，不知收敛，后果只能自负。为了配合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活动，英国翻箱倒柜，好不容易凑了6艘军舰，勉强组成了一个航母打击群，准备在近期闯入南海挑衅中国。不料，一艘名为维多利亚堡的大型综合补给船于日前在英国某港口停靠时突然发生火灾，导致4名水兵受伤。虽说此次事件并未给整个部署计划造成很大的影响，但足以说明英国海军兵力捉襟见肘，且战备状况令人堪忧。说来也是，现在的英国早就没有了曾经所谓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国防部勒紧裤腰带，勉强为海军建造了2艘排水量为 6.5 万吨的航母，但是护航舰远远不够，就连舰载机该国都买不起。在此背景下，英国好不容易组成了一个航母打击群，但由于该国迫切的想要配合美国行动，便在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匆忙执行对华军事遏制任务。这样的一个航母打击群，一旦在亚太地区与我军发生冲突，可以说是不堪一击。不过，对我国虽说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在外交和战略安全方面，还是会给中国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必要的时候一定要重击该国的敏感痛处，让其长长记性。例如近日，我国发布了一则消息，就让英国人寝食难安。中航技进口有限责任公司的高级代表团目前正在与阿根廷讨论国防合作，计划向阿根廷出口枭龙17战机。与此同时，该代表团还参观了阿根廷一家飞机制造商的设施。当地媒体透露，中国很可能会通过技术转让，帮助阿根廷建设枭龙战机的生产线。自上世纪80年代英阿马岛战争后，英国不仅自己对阿根廷实施武器禁运，还联合美欧盟友禁止向阿根廷出售武器，导致多年来阿根廷空军连一架现代化超音速战斗机都没有。此前，阿根廷空军曾尝试与韩国进行接触，却因为英国的施压，导致韩国放弃了阿根廷的 A50 战斗机订单。如今，中国与阿根廷联系上了，一旦阿根廷购买枭龙战斗机，这对英国来说无异于是个威胁。对此，该消息一出，英国国内炸开了锅。国内不少人认为，中国此举就是为了报复英国频繁干涉中国内政，借让宿敌获取先进战机来打击英国。且不说这还只是个猜测，就算真如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又如何？英国接连与中国作对，还不允许中国反击了。中国任凭西方欺凌宰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有能力也有信心，让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反华国家为自己的极端行为付出代价。中国不再忍让，也不可能忍让。在认清这一现实后，鲍里斯怕是要求拜登保命了。可美国会理会吗？